原来 Siri 在偷偷录音吗？苹果为什么同意赔偿9500万美金，将近30亿台币的和解金给用户？这则新闻呢，也更加让我们去想，到底在 AI 未来的时代，我们在隐私、创新跟进步之间要怎么做到最好的平衡？大家好，朋友，那现在 AI 的时代后，任何的科技都是高速发展，人工智慧呢需要使用非常多的大数据来训练他们的模型，那这之间跟我们个人的隐私要怎么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其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近日呢，苹果同意支付9500万美金的和解金给他们的用户，那就为了结束一场缠讼5年之久的一个隐私权相关的诉讼。那这个诉讼我觉得最大的重点在它揭露了智能语音助理在发展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隐私风险，所以我觉得这次的和解案呢，它的影响将远远超过此案本身的范畴。那首先我们先来讲这个诉讼的背景。那其实呢，这个诉讼案的源头可以追溯到2019年，当时有位内部的告密者向美国的媒体 The Guardian 爆料出来，苹果在聘请第三方承包商进行 Siri 的品质控制的时候，经常可以听到用户的私密对话。那这些对话呢，它涵盖的范围是非常的广，可能是你个人敏感的医疗资讯，或是私人商业交易的讨论，那甚至可能是情侣啊、家人间的私密对话。那更让人震惊的这些录音常常是在你并未启动 Hey Siri 的情况下，它就进行录音。那根据告密者的说法呢，其实日常有非常多的杂音、噪音都可能让他误判为你启动了 Hey Siri， 那也会意外的触发 Siri 的录音功能。那其实这个爆料在当时就引发了社会的讨论，尤其对于一直标榜隐私权的苹果来说，无疑也是一个重大的信誉危机。那苹果的执行长 Tim Cook 多次强调隐私就是基本人权，并将隐私保护作为公司的核心价值之一。其实这也可以追溯到更早的贾伯斯时代。那然而这次的事件就让人去质疑，到底苹果所说出来他们对隐私权上面的保护是否有确切的在执行。那根据目前提交到加州联邦法院的和解方案，任何在2014年9月17号到2024年12月31号之间，任何拥有 Siri 设备的用户都可以具备索赔的资格。那这些设备呢，包括但不限于 iPhone、iPad、Apple Watch、MacBook、iMac、HomePod、iPod Touch 和 Apple TV 等所有配备 Siri 功能的苹果产品。那和解方案它具体赔偿的机制如下：每个符合资格的用户呢，最多可以针对5台设备提出他们的赔偿申请。那每一台设备呢，最高可以获得20美金的赔偿。那最终赔偿的这个金额数字也会因为申请的人数而做出调整，所以可能会是高于9500万或是低于。那根据这个法律文件的评估，最多可能至少只有3到5% 符合资格的用户会真正提出赔偿的申请。那另外值得注意的地方，就如果你要获得赔偿，那用户就必须宣誓并确认他们曾在私密或是机密的对话期间意外触发了 Siri。那也因为这个要求，确保了赔偿的针对性，那也增加了它申请过程的严谨性。那其实关于隐私的问题之外呢，很多人担心的也是这类的资料有没有被偷偷卖给广告商。那这也是在这个诉讼里面最具争议的其中一个问题，那就是有一个指控，他们认为苹果偷偷的将这种私密对话，而且很针对用户性的资料偷偷卖给广告营运商。那有蛮多原告提出令人担心的证据。那第一，有用户提到他们在跟朋友讨论 Air Jordan 的时候，那随即开始在他们的手机还有各种平台上面看到相关的广告。还有另外一位用户表示，他们到Olive Garden 的餐厅用餐之后，短时间内就收到这个餐厅的促销讯息。那第三点呢，可能又牵涉更多个人健康的隐私。有一位用户甚至他们在与医生讨论手术相关细节之后，竟然收到相关医疗品牌的精准广告。那这个其实非常少见。那针对这些指控呢，苹果是非常强硬的去否认。公司发言人呢也发表声明声称 ，Siri 从设计之初就将用户的隐私作为他们的核心。那 Siri 所收集的数据从未用来当作营销的档案，因此也从未因任何目的出售给第三方的厂商。苹果同时也强调，这次的和解单纯是为了降低长期诉讼的成本，并表示他们也早在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彻底解决第三方评级的相关疑虑。那再我们来看关于这个和解金的分析。那虽然我们听起来9500万美金30亿台币是非常大的一笔数目，但如果像苹果这种世界第一级的公司来讲，我们去探讨他们的财务背景，这笔金额看起来有点微不足道。那根据最新的财报显示，以他们的年净收入在937亿点4美金左右，意味着这个和解金大约只等于公司9个小时的利润。那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看起来如果苹果持续这场诉讼最后败诉的话，根据原告律师团队的评估，他们最终
付出的赔偿金额可能高达15亿美金。那对比起来9500万美金真的是微不足道，但同时双方也会去评估风险，也不代表原告的律师团真的有信心一定会告赢。那同时大家就去探讨这样和解金额到底是否对公司做出足够的惩罚，因为虽然听起来数目很大，但是如果只是等同公司9小时的净利的话，背后换来的商业利益再去考量进去的话，会不会早就被公司评估为可以承受的成本？这样的惩罚也难以推动他们真正行为上面会有任何改变。那么刚刚有提到嘛，这个诉讼案远远超过本案，不管是金额啊或者意义上面的范畴。因为赔偿金额是一回事如果媒体加私的报道，可能也会促使现在的科技公司在隐私保护方面更加的警惕。那我们评估可能会带来一些正面的影响。那第一就是在隐私保护机制上面的革新，那他们可能必须要重新审视他们 AI 语音助理的设计，还有使用更安全的语音识别技术。那它数据要怎么收集呢？这个过程也要更加的透明。第二呢，就提高用户的自我意识，那让大众认知到隐私权的重要性让所有消费者跟使用者会更积极保护自己的数位权益。那同时也增强用户对隐私设定上面的关注度。那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其实在手机电脑上面都增加更多隐私权的设定。那第三呢，可能整个行业的标准都会因此提升，企业内部要有更严格的内部审核机制，同时也加强他们在跟第三方厂商合作时的监管要求，因为责任最终还是回到这个大公司身上，无法轻易的把责任就撇给第三方公司。第四点呢，就是法律框架的完善。那这样的案件呢，对未来相关争议的时候会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参考性，那也强化了用户在数位时代的法律保护。那当然同时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那第一就是可能创新上面会稍微受限，因为如果很多新功能在追求进步的时候，尤其现在 AI 需要使用非常多用户的数据，那因为这样的赔偿案呢，可能造成产品开发的周期延长，因为他们必须要更小心去更审视这些资料怎么被利用。那第二负面的影响呢，可能就成本的转嫁，而这样的赔偿金啊，还有这样延长开发周期所带来的成本，是不是会直接转嫁到产品身上？那另外呢，因为这些研发的成本的提高，会不会小型的公司更难有机会来进入这个市场？那造成这个市场大折很大的现象。那最后呢，我们认为苹果这场隐私诉讼的和解案，不仅揭示了当今 AI 技术隐私权的保护挑战，那也为整个科技产业提供了宝贵的教训经验。那在 AI 技术持续发展的今天，如何在创新进步与隐私保护之间得到最好的平衡，我觉得会是科技公司未来持续会面对的挑战。那同时也提醒我们了，这类的技术必须要受到监管，但这个部分也需要主管机关、科技公司还有消费者三方共同来努力我们越重视这个问题，会让主管机关更有压力去进行监管。那如果我们选择的公司对隐私保护权是更重视的，那也会牵动整个市场还有这些公司在他们的产品上面更重视这个方面。那我觉得这样才能建立一个比较健康既促进技术创新，同时又能保护消费者隐私的生态系统。那其实不止苹果还有 Google 啊，其他的科技公司目前也在面对相关的诉讼战，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变革其实才刚刚开始。未来关于这些科技产业如何应对啊，还有其他诉讼案进行到什么程度，得到的结果是什么，也会持续来报道。好，那我们今天的新闻分享就先到这边，我是美国丽，我们下次见，拜。